大家好，欢迎来到呆萌财频道。今天我们要一起揭开一位金融界隐形巨鳄的神秘面纱，他就是中国商人边希明。传闻他仅用3年时间就在黄金市场狂揽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100亿。随后他又将巨资投向同事，短期内账面盈利已达2亿美元。这些数字听起来是不是像一部金融大片的剧情呢？但在这个天文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这位影视巨头又是如何布局、如何精准猎金的呢？今天我们将化身金融侦探，一步步深入探索，为您独家揭秘边希明和他100亿利润的传奇故事。边希明，一个在国际商品期货界声名赫赫却又刻意保持低调的名字，媒体将他描绘成一位隐世的中国亿万富翁。据说他早已一具直布罗陀，过着外人眼中平静的生活，却通过现代通讯技术远程遥控着他在中国的庞大商业帝国。但您可能想不到，这位金融大鳄的起点并非叱咤风云的资本市场，而是脚踏实地的制造业。早在1995年左右，边希明便投身实业，创办了生产高端塑料管材的工厂。同年，他名下的核心企业浙江中材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也宣告成立，主营 PVC 型材和塑料管道业务。正是这段深耕实业的经历，不仅为他积累了进军金融市场的第一桶金，更可能赋予了他洞察大宗商品供需本质的独特视角，一种超越纯粹金融交易员的深刻理解。2003年是边希明商业版图扩张的关键一年，他果断收购了中材期货有限公司，并将其精心打造成自己商品交易帝国的中枢神经。作为中材集团的实际控股人，他持有集团超过 65% 的股权。如今的中材期货总部设在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注册资本高达6亿元人民币，由中材招商投资集团全资控股。与他所掌控的巨额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个人形象。据熟悉他的人透露，边希明朴实而直接，甚至生活简朴，而他的投资哲学则充满了东方智慧与辩证思考。放下自我，少一些执着，然后选择正确的目标，并保持固执。他甚至将投资的本质看作是一场生存游戏。这样一位从实业到金融，从简朴生活到100亿传闻的人物，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关于边希明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传闻，无疑是他在黄金交易中斩获的15亿美元惊天利润。这一数字并非空穴来风，它最早由国际知名的财经资讯巨头彭博社披露，并特别指出这是通过彭博社计算得出的结果。那么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呢？根据报道，这笔巨额利润主要集中在2022年至2024年这短短3年期间。边希明的布局始于2022年中期，彼时金价尚处低位，他开始悄然建仓。进入2023年初，他更是大幅增持，显示出其非凡的魄力与精准的预判。他交易的核心逻辑是洞察到全球将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对抗通胀担忧这一宏大趋势，精准地捕捉到了美联储加息周期尾声以及全球风险规避情绪升温的关键市场节点。在具体的操盘层面，边希明并非简单的买入并持有。报道揭示，在2023年第4季度，
至2023年初的黄金主升浪中，它巧妙地将期货主力合约与场外结构化产品相结合，这无疑有效地放大了它的收益。而当金价在2024年第三季度成功突破每盎司2200美元的关键心理价位后，它开始有条不紊地分批了结盈利，并在市场高位通过卖出期权等衍生工具进行风险对冲，操作手法堪称教科书级别。当然，高达15亿美元的个人精确盈利数字，由于缺乏公开的财务数据，我们难以进行100%的独立核实。但多方信息却为这一传闻的量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最直接的证据来源于他所掌控的中财期货。根据中国内地权威财经媒体报道，仅2024年中财期货席位在黄金期货上的盈利就超过了70亿元人民币，约合10亿美元。如果再计入2023年的盈利，累计盈利更是逼近100亿人民币，约合14至15亿美元。更令人震惊的是，在2024年4月的某个关键点，中财期货持有的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净多头寸一度高达 6.06 万手，雄踞市场榜首。这些机构层面的惊人盈利与彭博社报道的边希明个人利润在数量级上是高度吻合的。这不禁让我们思考，这背后究竟是巧合，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关联呢？那么，我们能够复刻100亿黄金利润吗？彭博社并未公开其计算方法的细节，但我们可以尝试根据现有的公开报道进行一次大胆的沙盘推演，看看这15亿美元的利润在理论上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看建仓。报道称，边希明在2022年中期黄金低价时开始建仓，并在2023年初大幅增持。推理时间，2022年黄金价格的最低点接近当年11月3日的约1618.3美元，而2023年的金价最低点之一约为1811美元。基于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边希明建仓的平均成本控制在每盎司1800美元。接着是持仓规模。报道提到，在2024年4月的某个时点，中财期货甚至持有高达 6.06 万手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净多头寸，位居市场首位。推导开始，我们知道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期货标准合约是1000克每手，约合 32.15 盎司每手，那么6.06 万手就相当于约190万盎司的黄金。如果按照我们假设的1800美元每盎司的成本计算，这批头寸的总价值就高达约 35.1 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然后呢是平仓获利。据报道称，当金价在2024年第3季度突破每盎司2200美元后，它开始分批了结盈利。在此推导，为了计算最大可能的利润，我们再次大胆假设其平均卖出价达到了每盎司2600美元，那么每盎司的利润就是2600美元减去1800美元，也就是800美元，乘以195万盎司的总头寸，理论上的总利润将达到 15.6 亿美元。这个数字与传闻惊人的接近。那么要撬动如此巨大的头寸需要多少本金呢？我们假设其平均保证金比例为 10%， 这也是期货交易中常见的杠杆水平。
那么35.1亿美元的总头寸，其投入的初始资金大约为3.51亿美元。这意味着它可能运用了近10倍的杠杆，而15.6亿美元的利润相对于3.51亿美元的本金，回报率高达约4.44倍。有趣的是呢，报道中提及边新明亲自运作的一款名为优一联基金的投资产品，例如中财优一联2号，自2022年12月成立以来，其净值增长了约415%，也就是利润约为初始投资的4.15倍。边新明也曾公开表示，该基金全仓锁定在高杠杆户金，这两个数字4.44倍和4.15倍的接近，是否又是一个巧合呢？我们以上的推演是基于公开报道信息进行的最优解假设，它向我们展示了在理想情况下运用10倍杠杆赚取4倍以上利润的可能性。但是现实的交易呢，远比这复杂和残酷。边新明曾经说过，做投资有时还要区分是好生意或是好交易，前者偏重于投资，后者着眼于投机。沃伦·巴菲特、乔治·索罗斯、霍华德·马克思独孤一位，各得千秋，只是英雄所见略不同。我们不知道边新明这笔惊天交易在他心中是好生意还是好交易，但值得注意的是，股神巴菲特是坚决反对使用任何杠杆的。他曾经警告，每当一个非常聪明且拥有很多钱的人破产时，都是因为杠杆，如果没有借来的钱，几乎不可能破产。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那么百亿神话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边新明的故事如同一部情节跌宕的金融大片，充满了传奇色彩，但也始终笼罩在难以完全拨开的迷雾之中。无论是黄金市场的15亿美元，还是铜市场的2亿美元盈利传闻，其精确的数字目前主要还是依赖于彭博社计算以及部分未能完全公开的匿名信源。根据我们先前的沙盘推演，在投入约3.51亿美元本金，并使用近10倍杠杆，且能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做出精准判断和完美操作的前提下，理论上在黄金的这轮大牛市中获得近15亿美元的利润确实存在可能性。边新明的案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财富暴增的传奇，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位实业家向金融巨鳄转型的非凡路径，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那些高风险高回报博弈的惊心动魄与残酷无情。他所精准捕捉的交易主题，黄金的避险属性、全球对美元依赖的微妙变化，以及对抗通胀的普遍预期，也深刻地触及了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核心脉搏与痛点。但在这里，我们必须用最严肃的语气提醒每一位观众，我们普通投资者切勿盲目模仿。高杠杆交易本身就是一场刀尖上的舞蹈，其风险之巨大远超多数人的想象，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稍有不慎便可能万劫不复。边新明的案例即便完全属实，也极可能交织着未被公开的复杂因素、旁人难以企及的信息优势，以及超乎常人的专业判断、风险控制能力和强大的心理素质。这绝非普通人可以通过简单学习或者模仿就能够复制的成功。
对于边希明案例中可能涉及到的高杠杆操作，传奇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警示名言，此刻听起来更是振聋发聩。如果你没有杠杆，你就不会陷入麻烦，这基本上是聪明人破产的唯一途径。我总是说，如果你聪明，你就不需要它；如果你愚蠢，你就不应该使用它。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在心。边希明的故事或许还远未结束。他在同市场传闻中那高达10亿美元的豪赌，最终战果又将如何？时间会给出答案，我们将与您一同拭目以待。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关于边希明这位神秘的金融巨头，你有什么独到的看法呢？或者您还知道哪些类似的隐士高人的传奇故事？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您的见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下期节目再见。